嘿，朋友们，今天我在野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这里看着好像曾经发生了一起车祸。原来应该是有一位骑马的车夫拉着一箱货物和一位乘客在这里行驶，可能是由于位置偏僻无人发现，他们的身体已经随着岁月被抹去，只剩下残存的骸骨。从现场保存的骨架痕迹中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，这个悲惨的车夫是一头撞在了树上，可能这就是造成这场车祸的直接原因了。至于间接原因，可能是酒后驾驶或者什么的，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车座上的人还保持着坐姿，直接就被送走了，连马儿坐骑都变成了骷髅马。车上拉的资源也比较少，或许其中的骨头原本是一些食物的物资吧，放了太久，就跟他们的身体一样，只剩下这些骨头了。唉，真是行车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。今天咱们要介绍的是墓地模组。这个模组添加了从小到大各种各样的墓地，而且在墓中我们通常可以找到存放墓主生前遗物的箱子。根据墓主人生前的富有程度，遗物箱中的财富也各不相同。从小到大分别介绍一下吧。首先是比较穷酸一点的，在野外我们经常可以找到这种露天的墓地，直接单个安置在这里，一个铁砧一个头颅，挖开后地下就是放着墓主生前物品的箱子。不过这种木箱中通常东西都比较少，也不太值钱。倒是这里的铁砧我们可以拿来锻造，骷髅头还可以拿来当做帽子，但我们为了尊重逝者，这里就不做不必要的破坏墓地的行为了。还有这种有灾厄村民正在偷盗的墓地，还有稍微大一些的墓地，这些都是属于模组中小墓地的一种。然后还有一些外形比较独特的墓地，比如蘑菇墓地，可以在蘑菇地或者沼泽地中找到，有好几种种类。在棕灰色的沼泽中还是比较明显的，木箱通常在蘑菇树底下，里面的遗物也还算中规中矩。类似的还有桦树的墓地，这种墓地在桦树林中有非常高的伪装性，不过由于高度和大小都远超周围的桦树，所以我们仔细找的话还是可以找到的。这种墓地比较特殊，看起来磅礴大气，被人们称之为纪念桦树，是用来纪念有重大贡献或者不可遗忘之人的。他们的墓箱也被放置在高高的树叶中，作为对他们尊敬的象征。那除了这些野外的墓地，模组中还有很多用比较传统的方法专门规划出来的墓地，比如平原和热带中出现的这种小型墓地，一般可能包含4个墓左右，在墓堆的底下同样会有墓箱，有的箱子里面还会藏着复活图腾，就离谱，不知道在打什么如意算盘。而在不同的生物群系，比如沙漠中，小型的墓地结构也不大一样，墓前会有墓碑，墓碑像告示一样可以刻上墓志铭等等，旁边的隔间还有单独的大型墓堆，这应该是家族中的始祖之类的。在墓顶有装着一些杂物的瓦罐，墓中还有一层铜块作为木棺，这个始祖的墓箱遗物就特别丰富了。然后就是中型墓地，比小型墓地要大得多，不过它们经过了岁月的侵蚀，再加上无人打理，这个墓地现在已经变得残破不堪。在这里除了传统的坟墓，有一个单独的遗物非常丰富的白色坟墓，在里面可以直接找到一整套的装备，再加上一些木影之眼，想必他生前也是一个大人物。在这里的一个房子门口还有一个不知名的骸骨，我推测这可能是后来的盗墓者，因为在墓地中可以看到不少凋零玫瑰，会对入侵者造成伤害。在房间里面还有由不祥气息凝聚出的凋零骷髅，看这个骸骨堵住门的样子，应该是在房间里面进行偷盗行为后被凋零骷髅攻击，然后逃出来顶着门，结果还是因为重伤而死，所以倒在这里的吧。这个房间里的木箱物品也非常珍贵，经常会有钻石制品，怪不得会吸引盗墓者的觊觎。然后是大型墓地，这是由很多小型墓地和各种零散墓地组成的，像一个巨大的庄园。不过在这里充满了危险，在夜晚还有可能刷出各种怪物，还藏着不少的刷怪龙，不过出现的概率比较小。模组中还添加了3个非常阴间的生物群系，第一个是闹鬼森林，看起来好像是非常普通的森林，不过当我们进去之后，可以在里面听到非常瘆人的环境音和地上偶尔发现的雾气，暗示着这里的不同，再加上周围黑黢黢的环境，让人鸡皮疙瘩完全立起来。当然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平时见不到的生物，像变成了白骨的苦力怕，移动的比原来更快，并且爆炸会让玩家失明，还有畸形的食尸鬼，他们是带着愤怒死去的前人，由于执念太深而变成了这副模样。在森林中间我们还有可能可以找到一个破旧的房子，这里有非常丰富的物资，里面居住着灾厄村民的黑暗代表，他们会残忍地攻击玩家和村民。除了在外面可以见到明显的骨堆，这个代表室内也可以找到一些状态比较惨的生物骸骨，甚至在地底下还可以找到一个隐藏的房间，这里遍地是血迹，到处是骸骨，还有用来切割骨头或者炼制药水的机器。再往里走，我们还可以找到关押着的野生村民，可想而知他们未来会有怎样的惨状。
所以为了防止那样事情的发生，我们需要解救他们，同时捣毁这个灾厄村民的邪恶根据地。这么多的 TNT 应该足够了吧？净化吧，邪恶的灾厄生物！想必村民们在天上应该也会很安心吧？哎，不对，怎么刚好没炸到啊？ Surprise, motherfucker! 第二个生物情势是被侵蚀的闹鬼森林，这里的树木光秃秃的，各种亡灵生物也更加常见，还有没有双脚的幽灵，会像脑鬼一样阴魂不散地缠着攻击玩家。第三个则是鬼湖，鬼湖的周围是陡峭的悬崖，我们关掉光影之后可以看到，这里的水都是血红色的，而且弥漫着大片的雾。湖面上还有很多蜡烛，有人说这里的每一个蜡烛都代表着一个迷失的冒险家。不过并没有出现前面的那些敌对生物，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现象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模组的全部内容了，更详细的内容可以自行了解一下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